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新加坡时间2025年10月16日晚间的7点整，加密货币在经历黑天鹅事件后，为什么一直上突破不了？难道还要再跌到谷底吗？今天为大家带来比特币最新盘面走势，我会从基本面、技术面进行分析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短期持有者成本均价线。那目前呢，比特币来到了关键的位置，就是短期持有者成本均价线的下方。它的价格呢是来到了113600，不同于以往，这些都是快速的收回，在这里呢已经有将近1周的时间持续震荡了，但是和之前的73000和109000呢又不太一样，没有大幅的去跌破。那如果我们看过往历史走势来讲的话，一旦跌破短期持有者的均价线，就代表呢行情可能进入短暂的熊市了，这个跌幅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迅速的去收回，怎么也要更长的时间。现在我们站在成本均价线的附近，它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牛熊分割线之上。如果我们的快速站回114000之上，牛市将继续进行；如果我们持续在11万下方徘徊，超过10天都收不回去的话，行情确实会比较危险。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比特币在刚刚跌到102000反弹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有跟大家讲说，这个长期持有者和短期持有者积累与派发仍然在继续啊，就是长期持有者还是在保持卖，短期持有者呢还是在买。前两天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值呢，它这一段在买，好像看起来有点结束，然后在这里又派发了，要进行积累了。那这个数值的话，其实每天都在变。如果它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派发的话，就证明它接下来的行情还是有的涨的。另外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短期持有者，也还是一个保持信心的状态。因为其实从126000到现在这个下跌以来，短期持有者的话一直都在保持一个净买入的状态。那也就是说，虽然价格有一个短暂的崩盘，但牛市的结构其实并没有被破坏。因为这一次的下跌猝不及防。特朗普前脚刚发完推特，后脚1-2个小时价格开始崩盘，和之前的51932都非常不一样。因为51932价格都是因为有利空消息面配合，缓缓的砸下来，只是51932这两天砸的最深。但是呢，在51932之前，价格都已经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大的跌幅存在了，不像我们这一次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，但突然之间一天之内山寨币的话暴跌90%，确实来的猝不及防。而且呢，我们再把这次下跌和之前51932进行对比，不管是在上涨还是在下跌，交易所的余额都是不断的持续往外搬，大家都没有想把钱留在交易所。但是看之前519和312的时候呢，其中有大量的币被转移到交易所，这是一种不计成本的逃命派发，这才叫真正的熊市来了。从这个图当中可以看到，312之前呢有大量比特币转入交易所，在这个下跌整一段，交易所的余额都是在往上涨的。这里呢519也是一样，519之前的话也可以看到交易所的余额呢是有一个非常尖的柱子在这里。那这里呢都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信号，在这个非常尖的柱子急速往上涨，大家都逃命的把比特币转移到交易所去抛售。那现在看来的话和之前完全不一样，但因此大家的信心好像也没有被击溃，因为没有大量的币被转移到交易所去卖出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比特币的技术面分析啊，如果比特币没有跌破108000的话，那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牛市当中。因为如果我们把这里都当做一个大区间的话，比特币基本上都是处在11万徘徊，那最多就是上下1万点去进行盘整。那如果把这个当做一个很大的盘整区间的话，我们来画一下斐波那契的一个数列啊，那么从这一个最低点98000开始，然后一直到顶点126000。你会发现它现在的价格的话没有去跌破到这一个 0.618 的位置啊，那也就是说没有下探到108700左右的附近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它就是之前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呢，它是最多插针到102000，但整一个实体柱子部分呢，其实都有在108700之上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回调到 0.618 之上，然后进行反弹。都还是认为整一个上涨的趋势呢还是在的啊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价格能够稳定在这样一个区间范围之内，也就是107000以上，那牛市的结构的话，其实还没有被破坏。我们来到1小时级别的 K 线当中，其实通过这一张图的话，大家也能够看到，它其实很像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啊。那根据这种形态呢，我们可以运算一下，它其实会有两种一个形态。那第一种形态的话，就是它在底部呢受到一个强支撑。那如果你目前现在是有仓位的情况下，你的支撑点位的话是可能会落在我们的指标平台给出来的数据是107672，那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了。然后自己呢要做好止盈止损点位的确认啊。那107000或者是108000这边变成了一个强的支撑位，阻力位会落在哪里呢？阻力位的话会在这一个114000或者5000附近，这里会有一个强阻力位。
那这是其中一种情况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它底部支撑不住的情况下，它会下跌到哪里呢？我们这边的话，其实会看向到0.618的下一个区间，也就是0.618到0.786的区间范围之内。那可能它会跌落到14000的这个价格附近。那再去和我们的指标平台做一个对比啊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数据给到的还是比较关键的。我们刚刚之前有说过，18000如果撑不住的情况下，我们会看向下一个区间，下一个区间的话就落在了14000左右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刚刚说有一个阻力位，阻力位的话落在11700多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其实换算过来的话，应该也差不多，也是在这个范围内。然后这里，今天有关于比特币的分析呢，也就这里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是要说明一点，如果你有开设仓位的情况下，请做好相对应的止盈止损点。如果你没有开设仓位的话，我们还是静观一下市场的变化。看一下它能否支撑在这一个点位下，能否继续向上突破，或者是向下跌。如果向下跌的话，其实对市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啊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。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，再者是去购买 Xcopy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，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，解锁SO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设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，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。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100%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